来吧，魔方这一款重涂的作品，它铁皮出了，救护车肯定也会出了。这回盒子外包装和之前的铁皮是一样大的，只不过外包装的这个风柜啊画成了救护车。纸品方面，说明书和人物卡，信用卡的材质。所有开盒的配件内容就是这么多了，跟铁皮比较起来，其中有一些配件还是更换掉的，不太一样。车型状态下会多加一个警灯，而且这个救护车的警灯也是可以变形的。橡胶的轮胎其实滚动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它和感知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真的是能看好病的，它真的是能救人的。我们就可以把改动的这个警灯通过这个双关节把它立起来，变成一对兔耳朵，就立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继续来开始拆后边，还是有点指甲比较好啊。把后边的这两片侧面的车窗打开，然后这里往起揪一点点，前边这一块真假的车前脸切换，把这个盖子卸了，往下拨动，拨开点缝儿，然后从这里边撬开。撬开这个前车窗的时候，注意推一下这里边的滑道，滑道往外推一下，再往起撩。拆开这些地方，主要是因为这地方都是燕尾扣子，它进行一个锁定的。然后根据这个滑道再推一下，再推，收纳起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滑动一下这个滑道，推到底。接着把这半拉车窗折回来。变成现在的样子。这个时候上下车分离，直接拆开中间所有的卡扣，拆开这一块的一个滑槽挂钩，把这里拆松掉。这两片左右拉出来，这个根部这里是有一个卡扣的，把它卸开，然后根据这个滑道把它翻折拉松。两条腿左右中间的卡扣拆开，一条腿一条腿的来。这个地方也有两个燕尾扣子，在这里搭着，我们把这里拆松一下，横着一个，竖着一个，卸开。腿分三片，中间的核心部位一折、两折、三折，然后一个 Z 字折叠，填到中间，侧面的这一块放下来，滑道推到底。里边的这一片脚踝先打开，然后把上下的两条腿板打开，脚丫子从这边看吧，从这里往开抠这个卡扣，然后旋转90度，再根据这个双关节往后搓动，变成一个长条形状，脚尖翻过来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一面整个的包过来，上下的卡扣结合，后面的卡扣结合，咬住，脚踝归位，一条腿就变好了。这个救护车和铁皮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太多的地方。你就这个 G1 造型啊，电影造型可能区别很大吧，G1 的造型基本上没啥区别，你放哪个系列都一样。然后这个地方滑动搓一下，这个滑道放下来，后边这个板子立过去，这一块变形，抠开，折一个90度，然后根据这个双关节往里搓，搓成这个长条的形状，脚尖旋转过来，夹心儿，夹心儿，卡扣锁，脚踝归位，两条腿就变完了。接着把这一块整个的摊平掉，顺着这里边的这个关节啊，旋转180度，翻到另一侧来，然后再往前立。接着把这个假的人形真车头的这个保险杠的位置放在这儿，上面这里我们已经卷起来了，就是说这个警灯的位置这回是一个新设计的零件，直接折叠起来放在这儿，
夹心儿放在中间这个凹槽里面，然后胳膊下方的卡扣拆开。这个尖头的位置有多段的关节链接，把它旋转、旋转、旋转，扭出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旋转、旋转，扭出来，放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一块卷进去，卷短，然后进行一个插合，插进去以后有暗槽的卡扣，就把这一块固定住了。接着这个肚兜再往上翻，翻过来以后挂住2个肩带的卡扣，插合到位。最后嘛，其实这个卡扣自然就归到位了，这卡扣就直接往下一按就行，把腰部锁死。2个胳膊放下来，枪在背后这里插着，可以拔掉了。头90度立起来，就是说到，其实这个头上扬90度啊，是给救护车设计的。铁皮因为头上没有这2个尖刺，所以你直接变形也不参与这个干涉啊。但是救护车你必须得把头折一个上扬90度，头上这2个尖刺会长一些。手臂这里卡扣打开，把车窗藏起来，盖上，旋转过来。然后吧，之前其实，在铁皮那一集里边，我后来看了一下大家的弹幕和评论啊，有的人说这个肩膀的问题，肩膀说感觉胳膊有点短了，或者说肩膀有点不能搭了。其实它可以，这里边做了一个多段的活动轴，你肩膀这一节可以拉长，变成这种长胳膊，你可以把它归位，然后往下拖一点，溜一点肩。就是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，这2个肩膀是耸立起来挺高的。但是很多人在意说拖一点肩可能更像是记忆动画的感觉啊，也行，这个由个人喜好吧，小细节可以调整。好了，说话之间，这个正经的大夫变形就完成了。其实跟之前那个铁皮变形基本上差不多，只不过肚子里边多了一块可以一体变形的那个颈灯啊，仅此而已。然后就是一些头雕的更换了，其他的方面来说，360度环视也是和铁皮一样的。所以在上一期铁皮我们详细的做了这个东西的介绍，所以这个模具嘛，我们也就差不多了。毕竟只是一款重涂的作品嘛，跟擎天柱摆在一起的身高差不多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了。竟然这个大夫也能飞啊！真的，飞行背包这种东西的存在，让霸天虎的空中优势荡然无存。谁发明的？救护车一个大夫也得飞到天上去医疗救援飞机吗？然后还有2个摊开的这样的手型啊，就感觉就对不起，无能为力，这个伤是致命的，扁鹊3连，救护车3连没救了。就是这个握枪的手，靠尼龙的韧性强行把它别过去，很费劲儿。其实啊，这个握扳手的手啊，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地方的开口做得大一点。我现在是强行把它挤进去的，但是好歹这2个扳手，你拿握枪的手能握。这里边这个扳手的宽度啊，握把的这个宽度的直径，跟那个枪的握把的直径是一样的。从大拇指这个缝里把它挤出来，取的时候当然很好取了，插的时候就费劲一些，很骚，是不是？呼呼，等一下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稍微调调重心。叶师傅今天准备打几个呀？哇，牛逼！这个叶问蹲的姿势还是非常标准的，而且稳定性也相当的棒，相当的 nice。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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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哥萨克，一个叶问蹲，哇，牛批了！
我突然脑子里头有一个画面，如果让甄子丹跳哥萨克会什么感觉？直接把救护车变成了一个老中医的味道，我都想把它放宝芝林里边去。就是这个焊枪拔下来以后可以跟这么插在手上，然后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小窟窿，我也终于找着了，它还带了一个小臂焊枪，原来是插在这儿的。哎，这个就看到手臂上面的这个维修的焊枪了。这个时候为了配这个配件必须得死个擎天柱，要不然不吃这碗饺子对不起这口醋。最后嘛，就是这个配件了，和铁皮一样可以插在后背的。所以呀，玩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不禁也是让我个人挺感慨的吧。86大电影，如果说救护车不是提前在飞船上那么死掉的话，那后来也不会接有感知器这个半吊子。本身感知器也不算个大夫吧，可能也就是最后赶鸭子上架，然后为擎天柱治疗，然后感知器发现这个伤是致命的，可能这也是蝴蝶效应吧，一环扣一环。如果说救护车当时没有死的那么惨，但翻回来，这就说到孩之宝他必须得更换一批新的角色了，因为G1这些老玩具卖的也都差不多了，孩子们对他们已经没有了新鲜感。另外就是市场太饱和了，孩之宝急需推出一批新的玩具来挣更多玩家的钱。那个时代都不能说玩家，挣家长的钱。所以翻回来就是说86大电影做的挺过分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开场的前10几分钟20分钟之内吧，干掉了一众英雄式的老角色，其实让很多的小孩子们是无法接受的。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真的他不是揪心，他不是为这些角色的死感到伤心，而是觉得孩之宝呀，不愧是一个做生意的，能这么去践踏营造出来的这些情怀感，或者说为了赚钱不惜把孩子们的一个童真，把孩子们所追逐的这些梦想全部的毁掉，很过分。归根结底，阎王叫你3更死，绝不留你到5更。这就是孩之宝想让擎天柱死，所以在前面他必须得弄死救护车。擎天柱之死后来的复活现在玩成了一个梗，但是救护车死了，貌似就没有再复活了。他毕竟是一个G1里边很重要的人物，也是方舟18子当时挺热门的一些角色吧。当时就觉得救护车这个人好厉害呀，救死扶伤。然后救护车还和千斤顶一起联手创造了机器恐龙。如果说千斤顶是机器恐龙的父亲的话，那我觉得救护车就是他们的亲妈呀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开场死的时候连句台词都没有。其实从80年代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能认清他的资本了，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承认，最起码还有一点点的情怀加持吧。再加上前几年吧，官方还在有良心的年代，也确实，虽然他是个商人，虽然他是资本，但是呢，他也能做出来一些能让玩家所接受，或者说我们为了情怀愿意买单的作品。但如今呢，翻回来再看一看，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反正就今天我们玩了一下这款魔方重涂的铁皮的这个模具啊，做出来的救护车，感觉在一些配件上面玩的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就是唯一可惜啊，手型和那个扳手握持起来不是很方便。虽然可以靠尼龙的韧性把那个手夹进去啊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出一个很方便套用进去的手型。另外的一些配件呢，带的也是挺丰富的吧，就是基本上动画里登场过的还有没登场过的它都有带出来。而最终呢，这一款救护车的素质也是挺高的吧，变形的逻辑和之前的铁皮几乎是差不多，但只比铁皮增加了一个警灯的变形，
模具的精度很高，涂装也不错，而且这个料子也是非常有韧性的，变形起来嘛，看似步骤挺多，但是逻辑清晰。之前在铁皮里边也做过很详细的介绍了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翻看往期铁皮的视频。那么这一期救护车就到这里吧，最终竟然是以一个沉重的方式结尾啊，其实不是我个人来说不喜欢这样的结尾，但是没办法，话题聊到这儿了嘛。